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帐篷外面的风景。6月25日，我们的一天是从打开帐篷的那一刻开始的。这里是象征着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。传说当年有位牧民来找牦牛，遍寻无果，但翻过前面的垭口，居然发现了这片位于天宝雪山腹地的美丽湖泊，不禁发出了阿布吉的赞美。后来这里便成为了当地人的神湖。据说从很多年前开始，村民们每逢大旱的时期，都会攀登到神湖前祈祷，下山的途中便会下起倾盆大雨，滋润这片土地。怀着对传说和美景的向往，我们又一次出发了。嘿，大家凌晨好。如果说你在6月19号上海的浦东机场，那么你可以发现有2个流浪汉躺在机场的过道里面。这里是我的防潮垫还有枕头，那里是深夜了还在工作的小螃蟹。我们的行李放在身边，配上鞋子，我躺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。哇，真是很特别呢！头一回在机场里面露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又回国了。听说云南有一处秘境，在香格里拉的深处，有一个湖，特别漂亮，在雪山底下。那么我们这次回国呢，是想去探秘一下这个香格里拉的秘境，所以呢，我买了最便宜的机票，晚上凌晨飞的。然后Links本来想开个房间让我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我觉得有点贵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还是忍受一下，因为就2-3个小时，这边都没有开门，所以我们应该也不会影响到别人。我刚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Links说这样的体验，对吧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么体验的。对，然后Links说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虽然没有住788的大床房，但是我们是2000多的床垫。对呀、300的枕头，300的枕头，耶！小潘，你早点结束工作啊，我要睡了。哎呀，太爽了！我第一次见机场是这样的。到云南丽江啦！我们计划在丽江古城住一晚，再前往阿布吉措徒步。好不容易来一次，还是要感受一下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和美食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一条路全部都是雨伞，配上这种古街道，真的就像电影里的场景，太漂亮了！我们真的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。这是什么风景？几百年前，徐霞客来到丽江，感叹道：“丽向绵山之西南垂，居庐骈集，营城带古，民房群落，瓦屋栉比。”我们行走在这样一个传承了宋元风貌的古镇里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清晨。可惜我们这次还差一点运气，不然就能在房顶看到远处的雪山了。山不见我，我自去见山。哇塞，这个山太漂亮了！呼呼，要过桥呢。诶，小螃蟹，你这个，走。这是小螃蟹第一次高海拔徒步。为了提前适应，我们先去了趟3700米海拔的九岭山，并且准备了最轻量化的装备来进行这次徒步露营。我们背的包看起来不小，其实总重量才10公斤出头。这里从3600的海拔开始进山，总爬升大约600米，3个多小时就能走到，所以并不是一条困难的徒步路线。我们穿的这双北面徒步鞋使用了 The North Face 自主研发的防水材料 Dryvent， 它可以轻松应对潮湿环境，既能满足日常城市漫步，也适合户外轻徒步的探索需求。同时，它2.5毫米深的抓地纹理在湿滑路段上也能保持不错的抓地力，不易打滑。现在是3600，上面有4000多。这么看还是挺高的。我们要从那个地方过去，这是我们的路线。哇，这边全是这个胡须第一，见过这个。
这是非常好的生活材料。徒步开始时，我们便与世界失联了，开始了没有网络的生活，走过草甸，踏过原野，和青山牦牛为伴。这个牛的脸上像是戴着个面具一样，白色的，特别好玩。开始爬坡喽！这一段是最陡峭的部分，被大家称为绝望坡。但是我觉得不要给自己暗示嘛，只要慢慢来，总能爬上去的。小螃蟹，你已经比富士山高喽。现在是多少？现在是3800米。俺们的向导已经不见了，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他刚喘个不停，他说：“咱们休息会儿吧。”让他回去吧，不用他。宝宝，马上惊喜就要来了！抬起你的小猪头，再往前走，看向远方。哇塞！这边的山体太漂亮了，不爬上来真是看不到。我们很快就抵达了阿布吉措，现在我们的旅行才正式开始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绝美的阿布吉措，然后现在我在找露营地，因为湖边是不能露营的，所以我在找这个山上这一圈有没有风景很不错的地方，前面走一下看看，刚好也能走到这个湖的旁边瞅一眼。给大家看一看我选好的露营地，当当当当当，这一片高山草甸，而且这个地方很平，睡着会比较软，正对着山，这个形状很漂亮，稍微往前走就能看到湖。我先去把小螃蟹叫过来。这个地方绝了，绝了！还有就是我感觉云南的云很有特点，就像我刚刚拍的那个。都是这种叫什么鸡状云嘛，很有那种动漫的感觉。过来，我叫了小螃蟹让它过来。我这里有第一个点，有2个供你选择，你过来选一个吧。妈呀，腿都给我走细了。走细了？不会越走越粗吗？这里是第一个点，我给你看啊，你到这边来。如果在这儿扎的话，就是睡着可能不会那么舒服，需要把这几个石头搬一下。但是呢，你正对着的风景是这样的，然后要只看山的话，一个最好的，我觉得是不二之选了。来，过来，这边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营地了。你看我包放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帐篷直接搭在这个草甸上。对，而且还有牛粑粑什么，就能正对着这个山。然后一拉开帐篷的帘子，就能看到山，对不对？对，超赞的。就这儿了，就这儿了，而且这里好隐蔽的。在这个地方露营有个问题，牛也很喜欢，要把牛粪搬一下呀，要不然。现在Lynx带上了他的作案工具。作案工具？是的。OK， 那他要干什么呢？大家可以猜一猜。干什么？清理营地呀。对，大家不知道Lynx的另一个职业。屎壳郎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的，因为这个牛粪说实话有那种孔状嘛，对，好像藏族还是某个地区他们会拿这个当那种刷碗的，好像有的地方喝酥油茶，喝之前呢他给你洗一洗嘛，好像就是这么。那牛粪还是应该是牛粪。牛粪其实是很干净的，大家不要觉得脏啊。牛粪是很好的燃料。对，我先把营地旁边的牛粪稍微的清理一下，你看这都干了，不脏的。这个你来捡。为什么？你来捡，把它甩出去，就叫天女散花。我建议你不会用词就不要再用了。这个呢是我们这次的食物，我们还专门带的额外的垃圾袋。我们这回真是全套北面，这是我们的帐篷。这个袋子还算是稍微偏大一点的那个感觉，因为加了一个前室，我想着我们有前室的话，可以过得更滋润一点。虽说上山的时候人不少，但露营的只有我们，
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独享的 moment 了。啊！没拍到吧？拍到了啊！好丢脸。Hello。哎呀，真好啊！我们的高山小别墅。大体先搭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开始了传统技能，吹水电。那 Lynx 之前说吹过最高海拔的水电是多少来的？5000，就是机器吹的，然后后边用嘴补了2口，就还好。这是我真的用嘴吹，全用嘴吹最高海拔。啊，吹完了。有出现外星人吗？没有。外星人得我们这次下山去丽江找一个真正的剑手青蘑菇尝一尝。忽然小别墅马上就有床了。哎呀！嗨。好巧呀！好巧啊！你是 Lynx 吗？我头晕眼花的 Lynx。我这个铃铛，然后这个向导就觉得我这个铃铛很有意思，然后我就还跟他讲，就是这个铃铛呢可以怎么来的？就是这样，它就不响了。对。然后向导就很开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家牛也带这个。现在呢，我要拍一下从帐篷仰视的视角。哦，终于把帐篷弄好了，可以吃午饭了。我打算待会儿把相机放到外面拍个延时。现在真的还好早啊，现在才2点40。只要你起得足够早，你的一天就会被拉长。对，我们现在到晚上天黑还有5个多小时，而且这边天黑得很晚。因为 Lynx 的嘴实在太干了，然后我没有带唇膏。这是什么 YSL？ 涂一下口红试一下。这是你人生第一次涂口红吗？嗯。你小学就是什么文艺汇演？哎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痒。因为你这个现在起皮很严重。嗯。这它是透明的，虽然你看到它很红，但是它是透明的。你知道我现在想到一个什么？嗯。Top Gear 每一期的片头，他会说几个重要事件，打引号的，就是一些很扯淡的说谁开发的车，谁什么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这个开头就 Lynx 在山上涂个口红。哇，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帐篷里面听雨，然后休息嘛，我就突然想听音乐，然后呢就发现音乐声和雨声以及偶尔会来的雷声，它们非常契合，我觉得就是混出了一种新的音乐的感觉。我现在给它放一下，大家体验一下。我们先听着雨声好吧，先躺下来，在最放松的状态下。现在完全彻底的没人了。这雪这是下冰雹了，冰雹哎。我把杯子放到外面接点雨好了，看能接多少水。
妈呀，开始打雷了，雷雨天。但是这边天气变化真的很快，大家可以看到早晨、中午一直到现在。之后期待一下天气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外面来了很多好朋友。你听这个声音，哎呀！他们这个铃铛咣啷咣啷的，老远就听到了。牛牛，哎，你好啊！今天晚上我们是邻居啦。他听不懂普通话。我要看一下我的成果，这个下雨接了多少？接不了多少哎。哦，湖面好像都有镜面效果了。哇塞！下完雨，现在不刮风了。哇，这后面，这是日落的方向啊，能看着一点光线照着，很特别，还照亮了山体。接雨水计划失败了，没想到接出来的有渣。我把这个瓶子的水倒在这儿，然后去打一个500毫升的水好了。我们一听到流水的声音在那边，因为刚刚上来的时候，旁边人还比较多嘛，现在就真的只有我们2个人独享的阿布吉措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决定下到湖边，不过现在稍微刮点微风，好像又不是很能看到倒影。我们下湖边去啦！我们终于到水源地了，来打水喽！就这边好了。哎呦！哎，瞬间接满呀！刚刚用那个什么雨水接了半天。这瞬间就接满了，我甚至还可以涮一涮我的杯子。哇塞，太爽了！而且看着很清冽。这个瓶子对，哎，太爽了！来自天宝雪山的水养育了这一方的生命，我们非常幸运能从源头打到清冽甘甜的雪水。现在的阿布吉措最后一抹光线已经没有了。既然现在天气不下雨了，哎呦，这次带了非常棒的2个道具，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这样啊，它是一个小桌子，太小巧了。我们可以很惬意的在这边享受一下这个蓝调时间的晚餐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有没有人能猜到呢？文具盒。对，这是个笔袋吗？对，这个就是超级轻，适合你登山的时候用，对吗？对，登山就不一定了，但是像这种轻量化徒步，带上真的很享受啊。小螃蟹今天想吃什么？晚饭？今天你们店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们店里面现在有米饭2种口味，以及泡面2种口味。你现在想选种类是米饭还是泡面呢？你想吃什么呢？听你啊，我想吃泡面呢。那我们今天就泡面 party。好，泡面 party。OK， 那我就在外面，我就在这边做饭了。哎呀！泡面呢是一段时间不吃，可能就会很想念的东西，特别是在山上吧。特别是咱们中国泡面真的很香哦。来吧，我们泡上美味的泡面。哎呦哎呦呦呦！
它现在还没有足够软化，需要我再给它倒点水。我们这边判断泡面可能差不多了，稍微底下还有一点点没泡开。你看现在这样吃能吃吗？有点硬吗？大家可以吃。也行吧，咱们要求就要求不了那么多了。尊敬的乘客你好，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奶茶供你选择，红豆奶茶和红枣奶茶，你想选哪个？红枣奶茶。红枣奶茶。好了好了。我们在蓝调时间慢悠悠的做饭，天空也渐渐暗了下来。此时此刻此景，只有背着帐篷上来的我们和屏幕前的你们才能看到。在群山环绕下露营，没有信号，没有电脑，我们仿佛回到了原始时代。在很多很多年前，古人们也是这样，听着雨声，看着雨珠从屋檐边落下，观察着不同时间天空色彩的变化，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吧。我们听着牦牛的铃声，迎接星空的降临。这里与世隔绝，星光显得格外闪耀。我晚上在帐篷外拍照的时候，抬起头就觉得星空像是在向外无限扩张一样运动，深邃的像是要把我吸进去一样。其实关于阿布吉措的传说，向导跟我们说了另一个版本。有一对兄弟上山找牛，走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口很渴，弟弟翻过第一道垭口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片湖泊，于是大声跟哥哥喊道：“阿布吉！”意思是哥哥，这里有水。当年的故事究竟如何，已不可考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阿布吉措后来被人类发现，成为了重要的水源地和祈求风调雨顺的神湖。而我们也追随着前人的脚步，前来朝拜这颗镶嵌在香格里拉天宝雪山怀抱中的璀璨明珠。说来也怪，我们人类好像天生就被赋予了探索的使命，想要去更高的山峰、更深的海底，见证更多的奇观，探索生命的奥义。然而山河湖海、自然奇观，百年、千年都不会有变化，但只有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才会给景色赋予属于你的意义。我是 Lynx，让我们一起探索世界。